那这跟苏明有什么关系？苏明知道账本在哪？不是苏明知道，是苏雨知道。本王一直派人暗中盯着苏家，发现苏老爷子也在林掌柜死后，已经派了3拨人去邳州，每次都围着漕运码头打转。此前林掌柜去过一次邳州，或许账本就藏在那里。本王原本想派暗卫直接去搜，可邳州太大，漕运码头的货仓少说也有上百个，而且苏家的人还在那里盯着，暗卫一旦暴露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不止如此，邳州知府是苏家的门生，整个漕运码头的守卫都是他的人。我们要是贸然动手，别说找不到账本，恐怕还会让苏家察觉到我们已经知道邳州这条线。不过苏家派去的人里有一个破绽，苏雨，她是苏四爷和林姨娘的女儿，她是苏家血脉，又因为是个庶女，所以苏家没有杀她。但她曾与林掌柜去过邳州，如今被苏家藏了起来，本王还未找到她的踪迹。只要账本没有被找到暴露出去，苏家只会被抄家，不会丢掉性命。苏家现在得到了风声，必定不会坐以待毙。我知道了，苏明是苏家大老爷的嫡次子，性格虽然很狂妄，但他也不是不知分寸的人。之前他见到我和哥哥都会避开，可今日他在马球场却出乎意料的主动招惹我们，应该是得到了苏家的吩咐，故意的。苏家一直没从苏雨口中得知账本下落，又害怕父王的人找到他，找到账本，只能把他藏在暗处。明日苏明应该要趁着跟我们比赛的这个机会，光明正大的把苏雨带出京城。苏家要把苏明和苏雨送到邳州去，而且还是越快越好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贩卖官盐一事什么时候暴露出来。报昭，本王把暗卫营7队交给你，7队头领是吴痕。若你明日把苏明扣住，找到苏雨，问出账本的下落，日后他们就是你的人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自然。那若是苏雨也不知道账本的下落呢？苏家想必已经对苏雨用刑了，可是现在看来，苏家应该是不知道账本的下落。不会，若是苏雨不知道，那也就没人知道账本下落了。我知道了，明日我一定会找到苏雨的。还有一件事，谋杀周家满门的真凶就是苏家。本王从周家得到了一个账本，上面记录的是官商相互，以商业手段进行贪污。商户开铺子，官员把一些赃污送进铺子，转化为合法的财产收支。他们就是得到了这本账本，才会被杀害。本王猜测还有另一个账本，因为银子的来源和去处，账本并没有揭露。现在想来，苏家应该是把另一本账本给摧毁了。明日，不只是苏家会被抄家，找到苏雨过后，就赶紧把他带回来，莫要在京外多待。父王，你知道吗？认真搞事的男人最帅了。也是多亏了你们，本王提前警觉，特意去查苏家，才能查到这么多的。若是他不知道洛烟和洛昭是重生回来的，若是他不知道他们上辈子发生的事儿，他也不会特意去调查苏家，调查洛廷义，就不会知道这么多。啊，可是父王，你不是早就安排一个眼线到苏家了吗？本王在京城很多家族都安插了眼线，苏家只是其中之一。厉害了我的父王。明日你们多加小心，苏家这些年贪污的银子都入了洛廷义的口袋，给他培养暗卫。苏家背地里也养了不少人，一定会跟着苏明出京保护他。一旦苏家被抄家流放的事传出京外，他们或许直接带着苏明和苏雨离开。本王明日不能离开京城，一切要看你们自己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受伤。苏雨找不到就放弃，流放路上也可以慢慢杀掉苏家之人。父王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苏雨从苏家的手中抢过来的。
洛昭跟着点头，眼中满是严肃。这好像是父王第一次交给他们任务，他一定要圆满完成。况且任务完成还有奖励，明日的任务啊，绝对不能失败，拼了！好，本王相信你们。父王，暗卫营里那么多厉害的暗卫，你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呀？因为暗卫营是先皇给本王的。先皇？那就是我皇祖父啊，他为什么要把暗卫营给你？因为你们皇祖父怕本王死了，驾崩之前把皇家暗卫营交给了本王。这么说来，先皇还真是真心疼爱父王的，为了怕自己最喜欢的儿子死了，不惜毁掉先祖定下的规矩，也要把暗卫营交到他手中。可如此一来，黄伯伯该如何看待父王？明明黄伯伯才是正儿八经的皇帝，历代落在皇帝手中的暗卫营，却落在了父王手中。洛言突然想到，父王说不要告诉黄伯伯镇北王的事，是不是父王猜测黄伯伯和镇北王有来往？再大胆的猜一猜，10几年前父王双腿中毒变成了残废，就是镇北王和黄伯伯做的。只要父王死了，黄伯伯就会顺利的拿回暗卫营。既然皇家暗卫营世代都是效忠皇帝的，那就是皇祖父把暗卫营交到你手中，他们没有反抗吗？本王也姓洛，是先皇的亲生儿子，那个位置本王也做得。你要造反？不对，我怎么感觉皇祖父驾崩之前这么安排，是在挑拨你和黄伯伯之间的关系啊？这不是挑拨离间是什么？那么厉害的暗卫营被外人掌控，这谁睡得着啊？反正我是睡不着的，肯定是想着怎么弄死他。等等，他好像窥探到了什么秘密。错了，先皇是要本王在陛下子嗣当中选择一位明君。你的意思是黄伯伯不是明君？不是。他噌的一下站起来，观察着书房四周，看着紧闭的门窗，缓缓松了口气。哇，父王好酷哦！你真的不会造反吗？本王对造反没什么兴趣，对当皇帝也没什么兴趣。不过先皇确实曾主意传位本王，但被本王拒绝了。起初本王还不理解先皇把暗卫营交给本王的用意，后来慢慢明了。后来明白了什么？父王，你不要总是说话说一半呀，说话说一半你会没老婆的。老婆？那是什么？本王不需要这个东西。嘿，老婆就是妻子的意思。父王，你想跟母妃和离？别瞎说，这件事太过复杂，本王暂时不想让你们参与进来。哼，说得好听，可你还不是让我和洛烟去找苏雨吗？既然苏雨那件事情我们能参与进来，那为什么这件事就不行呢？是啊，父王，我们又不是小孩子，该懂的都懂的。你跟我们说啦，说不定我们还能帮你一起想办法。3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。父王，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，我和哥哥都是你的孩子啊，都可以替你分担。哼，我这个秦王府世子总不能一直白吃饭吧？这样吧，等到苏雨这个任务完成之后，我也不要你把暗卫营其中一个小队给我，你让我参与进来，我想知道你之后的计划。还有我，你就算了，这是男人之间的事。凭什么你可以参与进来？我不管，我也要参与。洛言，你洛昭昭，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上次你在望月楼说的是自己心里话，你就是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们女人。呸！你们男人果然就没一个好东西，想要3妻4妾，想7人之福，还想要我们女人贤良淑德，替你们操持家务，孝敬公婆，把你们伺候得舒舒服服。屋里的一大一小2个男人无语，
不是，话题什么时候扯到三妻四妾上面了？我原以为我的父亲和哥哥跟别的男人不一样，是我看错了，你们原来也重男轻女，我鄙视你们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胡说，我只是不想你插手这件事。那你为什么能插手，我不能？我们年龄不是一样大吗？我们不是关系最亲密的龙凤胎吗？我不想让你插手这件事是为你好，那可是若是有危险那怎么办？笑话，在你眼里我是那种贪生怕死之人吗？你和母妃一样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什么都不操心，不好吗？不好，非常不好。母妃跟我不一样，母妃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一半。况且我比你聪明。我比你身手好。哼，你敢肯定父王交给你的任务没有我在，你能顺利完成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可不是我说的。洛烟，洛宽景目光在洛昭和洛烟两人之间来回打转，看着吵不过洛烟被气得无能狂怒的洛昭。你们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？啊？什么弟弟妹妹？你要纳妾？魏神医那里不知道有没有绝子药啊？不对，魏神医是父王的人，得找舅爷爷呀。不纳妾。我无所谓啊，你们想生就生吧。只要父王不纳妾，他也不管父王和母妃生不生弟弟妹妹。洛烟震惊脸，什么情况？父王和母妃的关系怎么跟坐火箭似的，变得这么好了，都要考虑再生孩子了？父王，你该不会是在转移话题吧？本王只是刚刚突然间觉得秦王府世子有点笨。你说谁笨？你说谁笨呢？谁笨了？想要当秦王府世子，可不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，身手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脑子。洛昭眼睛都气红了，他承认他不如洛烟聪明，但也不至于笨吧，太羞辱人了。父王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我哥只是吵不赢我，这世上能吵赢我的，比我能说会道的也没几个。你不能仅凭这件事就说我哥笨，况且你之前不也没说过我吗？见洛烟护着自己，向着自己说话，洛昭眼中的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。是吗？可本王不信啊。我管你信不信，就算你和母妃又生下了一个儿子，那又怎么样？只要我没犯错，秦王府世子就只能是我，你不想承认也得承认。那若是本王偏要他当秦王府世子呢？没有这个可能，我会让他知道长兄的威严不可冒犯。你想让他当秦王府世子，也得看他敢不敢接。哼，都出去吧。若是你们救下苏雨，从他口中得知账本的下落，本王会告诉你们之后的计划。洛昭拧了拧眉，没再说什么，给洛烟递了个眼神，率先离开书房。父王，你和母妃真的要考虑给我和哥哥生个弟弟妹妹了吗？大人之间的事，小孩不要多管。我鄙视你！洛烟跑了出去，追上洛昭，跟他并排走在一起。洛烟，不对劲儿啊，父王刚刚是在试探我吗？哥，你说啥呢？父王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大号废了，要练小号。哼，不是试探是什么？他以为我是那种为了权势不择手段，会伤害兄弟的人。哼，那他也太小看我了。不，我觉得父王应该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应该是在激你，用我们那还不知道能不能出生的弟弟来激你。父王不觉得你笨，他只是觉得你脾气太过暴躁了一些，喜怒哀乐都浮现在脸上。哥，你身为秦王府世子，应该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，不说像父王那样子从面上看不出喜怒哀乐，但也不能总是动怒，越是危急的局面越要沉住气。你不是说你日后是要当大将军的吗？
你若是总是把情绪挂在脸上，日后如何掌兵？如何护住我们秦王府的基业？我的脾气真的很暴躁吗？唉，其实哥哥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如果我经历你曾经经历过的事，或许脾气比你还大，甚至会控制不住的发疯，撞死所有人。但是洛昭并没有，他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救他，并且他只想发疯，撞死父王一个人。父王的儿子可以任性，可以纨绔，可以无所顾忌的发疯，但秦王府世子不可以。哥，父王需要你，需要秦王府世子跟他一起对付敌人。妹妹啊，你说我的脾气像谁啊？母妃？不，母妃明明性格很温柔的，父王那就更不是了。难道是像皇祖父？也不对，皇祖父那么老谋深算的，让自己儿子们自相残杀，我才不会像他呢。哥，你是不是不知道父王像我们这般大的时候那些光荣事迹呀？父王什么光荣事迹啊？嘿，我之前跟王府里的老嬷嬷打听过，父王小时候那可是混世大魔王啊。他6岁把我们一个王叔牙打掉，8岁被推进水里，不知道怎么就学会了浮水，然后把那个把他推进水里的王叔抓到，把他的头按进水里。若不是宫女发现及时阻拦，8岁的父王就杀人了。10岁呢，当众把一个老臣踹飞，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个倚老卖老的东西。11岁，一把火把宫外的一个青楼给烧了。12岁就已经能打得过当时的禁军副统领。13岁入战场，揪出一个军中奸细，把他的腿给打断，扔到山上喂狼。15岁，单枪匹马杀了敌军头领，拿到了属于他的第1个军功。什么？你没打听错吧？我是从于嬷嬷的口中打听到的，于嬷嬷可是父王的奶娘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去问啊。所以说呀，哥哥，你这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暴脾气，和父王年轻的时候像极了。怎么好的不遗传，偏偏遗传不好的呀？哥，我教你一招，你不用特意去改变自己的脾气。你越是生气，就越要面无表情，然后紧紧盯着那个惹你生气的人，一直盯着他，他就会觉得你高深莫测，不怒自威。这样能行吗？光盯着不说话，岂不是显得我没话说？当然可以啦，你信我的，控制住脸上的表情，但眼神一定要凶狠，就一直狠狠地盯着他不说话，因为多说多错嘛，话说重了还会落人口实。可你要是不说话，只拿眼神压他，他摸不透你在想什么，心里就先慌了。这个时候对方就会自乱阵脚，对方越是跳脱哇哇大叫，就越显得你沉着冷静，外人就会觉得，哇，不愧是秦王府世子啊，遇事竟然真的沉稳。总结2个字就是装逼。那要是我盯着盯着，自己就先忍不住笑了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盯着人家还能被逗笑，说明你根本就不生气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好啦，这件事解决啦，那我们来好好的算一算刚刚的账。什么账？你刚刚在书房里说不想我参与进来，洛昭昭，我的事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我是怕你有危险。在你眼里我就是那么贪生怕死的人。上辈子母妃便是在这个荷花池里落水淹死的，你和母妃都死在了我面前。妹妹，我不想你们再出事了。不一样了，哥哥，这一世都不一样了。我不会喜欢上叶勋，母妃和父王感情逐渐变好，我们都不会重蹈上一世的结局。苏家马上就要倒台，
洛廷义就等于自断一臂，他不会再有机会。未来结局已经开始改变，哥，你要相信我。你说的对，这一世已经不一样了，未来的我们一定不会重蹈上一世的结局，我们都会活下去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对啊，我们都会好好的活下去的。明日有一场硬仗要打，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也去休息吧。哥，你怀疑过我吗？怀疑过我不是原本的洛烟吗？怀疑过你什么？你有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你的妹妹？哎，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你不是我妹妹，那我妹妹去哪儿了？哎呀，行了，回去啊，好好休息吧啊。好吧，我已经跟你坦白了，若是日后你发现了什么，你可别来骂我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你是被我气糊涂了吗？啊，怎么突然就开始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呀？好啦，我不阻拦你参与这件事就是啦，别生气啦。洛昭昭，你有病啊！听着洛烟恢复正常的骂声，洛昭满意的点头。这才是他认识的洛烟，嘴上从不吃亏。别胡思乱想啦，回去休息吧，我先走了啊。我知道了。深夜，洛宽景在书房里和秋野秋玉安排明日的事，确保计划万无一失后，才离开书房。屋里裴叔爷还没有睡，手里拿着针线在缝制什么。洛宽景眉眼柔和了几分，走上前把他手中的针线拿过来，正要放在旁边的篮子里时，忽然发现手中的东西有些不对劲，好像是贴身衣物，还是男人的贴身衣物。这是给谁做的？给昭昭做的。洛宽景一把将手中还未做完的贴身衣物扔进旁边的篮子里，用力的给踢远了。晚上不要过度用眼，很伤眼睛。行吧。洛宽景把屋里的蜡烛吹灭，随后掀开被子躺了上去。本来他今日并不想做什么，毕竟他明日还有重要的事儿，但他越想越气啊，翻了个身，一把将裴淑玉搂在怀里。王爷，明日昭昭要比赛，我和5年后世子夫人约好了，一起去观看，不能起晚了。洛宽景不语，只一味的亲吻，唇齿间满是他发间的清香。裴淑玉的手抵在他胸前，却被他扣得更紧，直到他渐渐软了身子。洛昭那小子已经长大了，贴身衣物以后由他妻子去做，你给我做一件。那本来就是给你做的。是吗？那挺好，多做一些，我换着穿。好。彼时的苏家地下暗牢中，一个13、14岁的少女浑身都是伤的躺在地上，如果不是胸口微微起伏，恐怕都会以为这是一具尸体。还是什么都不说？七小姐嘴很硬，无论用什么刑法都说不知道。明日明儿要和秦王府世子等人去京外马球场上比赛打马球，恐怕很多人都会去看热闹。把门打开，把他带下去。明日明儿就带着他离开京城。老爷子，七小姐身上的伤很重，就算用最好的金疮药，至少也要卧床半月才能勉强起身，明日恐怕站不起来啊。无妨，此事老夫自有办法，你照做就是。是。想要重伤的人一日之内站起来和普通人无异，很难，但若是不计后果的话，有很多办法。苏雨不知道苏老爷子给他喂了什么丹药，能让他在短时间内站起来，他甚至感觉不到身上的疼痛，不明白自己的亲祖父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。他只是跟着外祖父去了一趟邳州而已，就被他们抓起来严刑拷打，问他账本在哪里。外祖父什么都没有跟他说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账本，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
洛烟顶着浓浓的黑眼圈起床，昨夜他出乎意料的失眠了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穿越，为什么原主跟他同名同姓。他来到了原主身体里，那么原主去哪儿了呢？明明书中原主落水没有死，可昨日他听洛昭说他的上辈子原主和母妃死在他面前，所以他想保护原主和母妃。洛烟忽然意识到，她不是洛昭的亲妹妹，她只是占了原主身体的外人，她想保护的也不是她。今日是重要的日子，和苏明的比赛不能输，还要抓到苏雨。洛昭一早就起床了，照例去练武场上练了一会儿武功，吃了早饭收拾好了后，就顺带去洛烟的院子找她。哼，你昨夜干嘛了？哥，我不是你的妹妹，你信我吗？也不烫啊，没有发烧啊，怎么又开始说胡话了？哥，你难道不觉得我和之前的洛烟性格相差很大吗？你就一直没有怀疑过我不是原本的洛烟？哪点不一样？你不是一直都是你吗？要真说有哪里不一样，那就是眼睛不瞎了。你自从去了上书房后，就跟下了降头似的，非要喜欢他，还要跟我吵。比起叶勋，我倒是宁愿你喜欢慕容燕，起码她长得不错，看得顺眼一点。不过他们两个都不行，一个是废物，一个是敌国皇子，你不能和亲。你以后的夫君必须是大周的人，要比我长得好看，长得丑的可不行，还要比父王武功厉害，打不过父王就是个废物，更不行。还有，比我们更爱你。顿了顿，后面的这句话他没说出来，他怕洛烟笑话他矫情。哥，你别扯开话题，我说我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洛昭眼疾手快，一把捏住他的嘴巴，手动闭麦。哎呀，别胡说八道了，别忘了今日咱们俩还有任务，找到苏雨，问出账本下落。洛昭懒得再听洛烟说什么废话，拉着他的胳膊来到府外，把他塞进马车里。罢了，不管了，反正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他日后要是发现什么要把我大卸八块，那我就跑。裴树玉和江云羡来到府外，看着站在马车旁的洛昭。昭昭，你和阿倩坐一辆马车吧。母妃，你们要去看我们比赛？母妃三哥，哥哥欺负我。昭昭，你欺负妹妹做什么？我没欺负她。捏我嘴巴，可疼了。裴淑仪凑过去看了看。母妃，你看到了吧，我嘴巴都肿了。是我眼睛有问题吗？还真没看出来嘴巴肿了，只看到眼角下面的黑眼圈了。昭昭，以后不许欺负妹妹了。洛昭白眼一翻，哼了一声，转身上了后面那辆马车。好了好了，快坐好，小心摔下来。洛烟哦了一声，裴淑仪提着裙子上了马车，马车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京城，前往马球场。洛烟打了个哈欠，困了就睡吧。好。几乎一晚上没睡，洛烟是真困了。马车又摇来摇去的，他的眼皮子已经快要睁不开了。他把脸埋在裴淑仪胳膊里，迷迷糊糊间，他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。这股香气是父王身上的味道。也不对，是父王书房里那总是点着的冷杉香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洛烟又凑近裴淑仪身上闻了闻，这还不够，像一只寻着气味的小兽似的，还凑到他的脖颈处又闻了闻。爷爷，这孩子做什么呢？察觉到洛烟的眼神，裴淑仪低头看着脖子上面的痕迹，脸颊微微泛红。母妃，别藏了，我都看到了。昨日父王跟我和哥哥说，你们要给我们生个弟弟妹妹，是真的吗？你父王真的这么说过？对啊。爷爷，你想要弟弟妹妹吗？我只想要父王和母妃能够永远在一起不分开。弟弟妹妹看的是缘分，如果有缘分的话，弟弟妹妹自会来到我们身边。爷爷说的对。另一辆马车上，洛昭瞅了瞅江云羡，
在他看过来的时候收回视线，但没多久又看向他。我脸上有脏东西吗？总是看我做什么？你有什么话就直说。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呀，什么事竟然让我帮忙？说来听听。你会打马球吗？会一点吧，但不多。你让我跟你们一队打马球啊？我可不行，我怕我给你们拖后腿。啊，你只要会一点就行，不需要你精通。你疯了？你不去找精通打马球的，找我这个半吊子做什么？你是要输给苏明他们？哼，谁跟你说我要输给苏明他们了？他微微凑近江云羡，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声。真是没想到啊，你竟然是这般奸诈之人。不过你为什么要把这事交给我啊？就这么信任我？说你要是连这么简单的事都能给办砸了，那你这么多年在暗卫营里就白训练了，趁早离开暗卫营吧。得，算你厉害。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此刻场外围着的林荫道上早已停满了各式马车，骆昭下马车和江云羡去场内换衣裳，洛烟则是和裴淑玉来到旁边看台处坐下。他们旁边坐着的是武宁侯世子夫人和云之穗。片刻后，贺连星也来了，洛烟拉着他和云之穗坐在一起。又等了一会儿，贺连星给洛烟使了个眼神：穗穗，我要去茅房，待会儿再来。好的，郡主。洛烟离开了看台处，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贺连星。星星姐姐，你叫我出来有事吗？我刚刚看你虽然一直在跟我们说话，但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的。你在观察什么呀？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？啊，有这么明显吗？很明显。星星姐姐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什么忙？说来听听。你的红宝儿能控制很多虫子，那能不能用虫子帮我找人？听到自己名字的小红蛇动了动，睁开眼睛，抬起圆圆的脑袋看向洛烟。嗨，红宝儿，你醒啦？小红蛇似是有些兴奋，嘶嘶两声，直接一个旋转跳跃，然后缠到了洛烟的手腕上。其实倒也不必这么热情，我有些招架不住。贺连星低头看了看洛烟抖个不停的腿，嘴角抽了抽，他还以为他真的不怕蛇了。他伸手把小红蛇从洛烟手中拿了回来。你想找什么人呀？把他的容貌告诉我，我帮你找。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我只知道他叫苏雨，是苏家的人，苏明的堂妹。他今年13岁。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找他做什么呀？还是苏明堂的堂妹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等找到他之后我再解释吧。星星姐姐，可以找到他吗？对了，我估摸着他身上肯定有伤，星星姐姐帮我看看苏家女眷里谁身上有伤。好，放心，我会帮你找到的。说着，他把手中笛子拿到嘴边，轻轻吹了吹，声音不大，但洛烟明显感觉到周围有窸窸窣窣的动静。走吧，我们回去了。好。对了，星星姐姐，蛊下了吗？洛昭说不用下蛊了，他有别的办法。什么别的办法？不知道。洛烟皱眉想了想，还是想不明白，但洛昭既然这么说了，应该有别的好办法。想不明白，洛烟也就不管了，等事情结束后他就知道了。与此同时，萧度带着易容的司简来到了马球场。今儿个来的人不只有萧度，还有襄王世子、肃王、成王也来凑热闹。小简，给本世子倒杯茶。司简指尖动了动，真想用蛊把他弄死算了，可忍了忍，到底还是没有动手，上前给他倒了一杯茶。小简，你要烫死本世子不成？世子恕罪，奴才不是故意的。哼，倒个茶都不会，毛手毛脚的，本世子要你有何用？司简低头不说话。算了，跟一个奴才计较什么？
回头给他发卖了就是了。本王府里奴才都调教得很不错，萧世子若是有需要，本王可以给你2个人。哎，得了吧，我怕你给我的人是你的细作。成王脸颊抽搐，被萧度这么直白的话给噎住。肃王扑哧一声笑出了声，成王瞪了他一眼：你们觉得今日这场马球赛谁会赢？不好说，都有可能。洛昭这边有唐北义和陆龟灵这2个人，他们2个可都是从小习武的，马术精湛，我觉得他们会赢。从小习武不代表打马球厉害，苏明这边的人武功虽然不如唐北义和陆龟灵他们，但他们从小就练习打马球，很少会有人比他们厉害。是吗？那你要不要跟本王赌一场？不赌。我押洛昭这一队赢。萧世子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哼，因为我喜欢长得好看的人，洛昭这一队的人都长得好看，看着就心生愉悦。萧世子，你不是一直在追求洛心吗？他今日也来了，你怎么不去找他？是啊，你之前不是放话非他不娶吗？哎，太年轻了，说话不经过头脑，你就当我之前什么都没说。那这么说，你是放弃娶洛心了？自然，被我家老头子一棒子打醒了。我们的身份是永远不可能真的在一起的。听到萧度的话，在场人没什么意外，他们都很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。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满京城有不少世家小姐心悦你，你就没别的想法？哼，我啊，封心所爱了，除了她以外，我对任何女人都不感兴趣。你还真够痴情的。洛心那个丫头容貌秉性确实不错，你也还算有些眼光，只是可惜了。他们都以为萧度口中的他指的是洛心。萧度长长的睫毛垂下来，掩盖住眼里的情绪，也没有过多解释。就在这时，马球场上传来动静，两边的人都换上球服，骑着马走进马球场。洛烟看着场内，忽然看到了洛萧和江云羡的身影，有些意外。老十一怎么也来啦？还有，我三哥怎么也进场啦？贺连星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，把玩着手中的小红蛇，对马球场上的比试漠不关心。比试有3场，3局2胜，侍从高举的铜锣声在晴空下炸开。第一局正式开始。嫣嫣妹妹，找到人了。真的吗？不过她的身边有很多人盯着，只凭你身边这丫鬟救不出来她。她在哪儿？姐姐能确定她身边有多少人吗？那边。洛烟顺着她的目光望了过去，那边呢是专门给女眷休息换衣裳的庭院。她拧了拧眉，目光扫过手边的茶桌，抬手不小心的把旁边的茶杯给碰倒。郡主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不小心把茶杯碰倒了，我去换身衣裳。哦，好。贺连星蹙眉，洛烟找的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找他呢？那个小姑娘身边可有不少人保护，他就这么鲁莽地冲过去，不怕出事吗？眼看着洛烟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自己眼前，贺连星有些坐不住了，他起身跟了过去。你疯了？我的小可爱们告诉我，那边人可不少，个个武功高强，虽然都藏在暗处，但只要你想把他带走，恐怕都会出现阻拦。你就这么冲过去，太莽撞了。没事啦，姐姐，我有办法，不用担心。什么办法？我没说要当着那么多暗卫的面把苏雨带走，我只需要跟他接触，问出我想要的东西就行啦。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也行。洛烟和贺连星来到女眷休息区，不用贺连星多说，洛烟就已经察觉到了周围有很多人。苏家培养的暗卫就这也不怎么样嘛，不如秦王府暗卫半分厉害，起码他们藏起来的时候，我是察觉不到他们存在的。因为他们的突然到来，周围苏家暗卫目露警惕，尤其是在看到贺连星的时候，苗疆蛊毒之术诡异莫测，他们不得不防。片刻后，风和把马车上干净的衣裳拿了过来，陆言换上干净的衣裳后，没有着急离开。星星姐姐，你让小虫子去吓一吓苏雨，那边动静闹得越大越好。还真是用我用上瘾了。嘿，
那姐姐帮不帮我嘛？哼，我帮了你，你打算怎么报答我？洛烟绞尽脑汁地想了想，赫连星缺什么呢？他好像什么都不缺。哦，也不对，他缺的是寿命，可是他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寿命给他呀。那要不我把我哥送你？谢谢，不用，我不喜欢小屁孩。啊，那好吧，那姐姐想要什么，我想办法给你找到。我现在就想要思简站在我面前。那我就没办法了。行了，姐姐帮你这个忙。我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啦。红宝，又到你出手的时候了。小红蛇嘶嘶两声，让他干活可以啊，必须给报酬。这个月多1成。小红蛇又嘶嘶两声，意思不够。2成。小红蛇继续嘶嘶两声，还是不够。3成，我最后的底线，别逼我删你。小红蛇识趣儿地点了一下脑袋，跳到地上，从窗户里离开。什么1成2成？姐姐，你能跟动物说话啊？不能啊，只不过红宝是我的本命骨，我能理解他的意思。其他苗疆人也跟你一样吗？苗疆人对自己本命骨都有绝对的掌控，他们想表达的意思也只有他们的主人才清楚。哦，就在两人说话之际，屋外传来一个女子的惊恐的尖叫声。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啦？有老鼠，好大一只老鼠！妹妹，这个丫鬟就是把苏雨带到这里的丫鬟。什么老鼠啊？这马球场可是襄王叔的呀，平常襄王叔总是过来，哪里会有老鼠？对啊，这里怎么会有老鼠呢？襄王做事没有这么不靠谱吧？是真的有老鼠，特别大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老鼠。你是哪家丫鬟？你家主子呢？你自己跑出来了，把你家主子扔在屋里。圆脸丫鬟听到洛烟的话，愣了一愣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快速冲进屋里，在看到晕倒在地的苏雨后，小姐呀，你家小姐晕倒了。你是哪家的丫鬟呀？竟然只顾自己逃命，把自家小姐扔在屋里。圆脸丫鬟不知所措地看着晕倒在地的苏雨，少爷让她看好小姐，直到马球比赛结束，等她来把他们带走，所以她就一直待在这里等着。可现在小姐晕倒了，她该怎么办呢？小姐若是出了事儿，她恐怕也活不了。还不快去把你家小姐扶起来，去请大夫。不行，少爷说不能让小姐和奴婢分开。嘿，我说你这个丫鬟怎么回事？你家小姐都晕倒了，你不把她扶起来，不去请大夫，就打算让她这么一直晕着吗？你是不是存心想要害死你家小姐啊？有看热闹的人过来看到这一幕，这丫鬟也太糊涂了，小姐都晕成这样了，还守着规矩不放呢。赫连星伸手就要去扶地上的少女，不能碰，少爷说过，除非他来，否则谁也不能动小姐。这是什么规矩？人命关天的事，哪能胡来？圆脸丫鬟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周边暗卫见到此情此景也很急，苏雨怎么会突然晕倒了？他们得赶紧去通知少爷。我是秦王府郡主，还会害了你家小姐不成？行了，把你家小姐扶到我那边的屋里，那边干净，没有老鼠。圆脸丫鬟得知了洛烟的身份，不敢得罪他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咬了咬牙，还是把晕倒的苏雨扶起来，来到洛烟这边的屋子。终于找到了苏雨，洛烟缓了口气，但圆脸丫鬟始终不肯离开，说什么也要守着苏雨。赫连星手起刀落，直接把他给打晕。趁着苏家暗卫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洛烟掐住苏雨人中，把他给掐醒。苏雨，我是洛烟，秦王府郡主，你外祖父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们？苏雨听到洛烟说起自己外祖父，缓缓抬起脸看着他。他之前远远地看过洛烟，知道他是谁了后，身体放松下来。他朝洛烟点点头，外祖父确实经常跟他提起秦王，提起秦王府世子和郡主，语气中是止不住的夸赞。你曾经跟你外祖父去了一趟邳州，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账本的事？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怕不怕，苏雨，
我不是苏家人，不会打你的。你冷静一些，看着我，我是秦王府郡主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我能带你离开苏家。长宁郡主真的能把我救出去吗？洛言见他愿意看自己，抿了抿唇，干脆脱掉鞋子跟他坐在了一块儿。我不知道什么账本，我外祖父什么都没有跟我说。苏雨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京城，我还挺想出门游玩的。我听闻邳州有很多好玩的，你和你外祖父都去哪儿玩了呀？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，以后我也去。没有玩，外祖父就带我去祭拜林家祖宗。具体位置是在哪儿？你还记得吗？在邳州知县林家村。你去过邳州码头吗？没有，外祖父说那里人多混杂，不让我去。罗烟摸了摸下巴，父王说苏家的人一直在漕运码头打转，几乎把码头翻了个遍，依旧没有找到账本。有没有可能账本根本就不在漕运码头？脑海中闪过什么，一下被他抓住了。很棒，苏雨，我会救你出去的，一定。苏雨低头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我们出去。我知道账本在哪儿了。郡主，你真的会回来救我吗？会的。好，我信郡主。洛言嘴唇轻抿了一下，快速跑到床边，连鞋也不脱，直接站上去。苏雨，我马上就回来，等我。苏雨僵硬的身体在听到这句话后慢慢放松下来，他心想，外祖父效忠的主子真的是个好人。洛言面色淡定从容地出了屋子，而后找到吴寒，快速吩咐：快回去告诉父王，账本在邳州知县林家村的祖坟里。吴寒点头应下，很快离开了马球场。洛言揉了揉脸颊，不知为何，事情明明进行得很顺利，但他心里却总有一股不太好的预感。妹妹，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就是心里闷闷的。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着，不能让苏雨出事。洛言跑回庭院，也不管周围苏家暗卫了，一股脑的推开门。在看到屋里的下一秒，他瞳孔骤缩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别看。洛言张了张嘴巴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。郡主真的回来了，郡主没有骗我，外祖父效忠的主子真的是个好人。星星姐姐，能不能救救他？贺连星走过去，看着苏雨一直在流血的手腕和地上一大滩血迹，皱了皱眉，搭上他另一个手的脉搏。他好像被喂了什么药，就算现在把他救活，终生也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而且他的伤口太深，割的时候显然就是不想活了。什么？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郡主，我想死。他意外地从苏明口中知道了苏家给他喂了什么药，他不愿意今后像一个废物一样躺在床上需要别人伺候。他不知道苏家要什么账本，苏家杀了他姨娘，杀了他外祖父，他就算知道他们要的账本在哪儿，他也不会说的。他在邳州除了去了一趟林家村外，就再也没有外出过。他猜测他们要的账本应该是在林家村，所以在洛言问他的时候，他说了希望能帮到他吧。外祖父、姨娘、小雨来找你们了。风和上前摸了摸他的鼻息，随后对着洛烟摇了摇头。该死的苏家！就在这时，苏家暗卫终于察觉到不对劲，派了人进屋。在看到已经气息全无的苏雨，心里猛地一惊，苏雨死了，苏雨竟然死了，苏雨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死了。风和，杀了他们！话落，风和抽起腰间软剑，
如风一般冲过去，一剑抹了来屋里查看情况暗卫的脖子，随后来到屋外，足尖一点，精准地飞到藏在暗处的苏家暗卫身后，利落地杀了他。见状，苏家暗卫纷纷现身和风和打了起来。风和武功很强，但面对这么多暗卫还是有些吃亏的。好在风离来得及时，和他一起杀苏家暗卫，但还是有些吃力，毕竟对方人很多。看着风和和风离二人已经受了伤，他忍不了，深吸口气，刚要冲出去，就看到骆昭带着唐北义等人来了。时间倒回2刻钟前，马球场上，骆昭和唐北义、纪兰慈、陆龟灵等人配合得很好，率先进了一个球。别以为进一个球就能稳赢，我们可不是任人拿捏的废物。话音未落，他已挥杖将球传给同伴，场中攻守之势瞬间逆转。骆昭面无表情，丝毫不着急，他目光落在了一旁江云羡身上。江云羡轻轻点头，骑着马不动声色地来到苏明旁边，指尖一捻，银针夹在指缝，随后手腕微沉，力道收放间，银针精准无误地射向棕红马的屁股。马匹骤然吃痛，猛地人力而起，苏明猝不及防，身体险些从马背上摔落，紧紧攥着缰绳的手青筋暴起，脸上的得意瞬间被惊慌取代。不好了，苏明的马失控了！怎么回事？他的马怎么会失控？快去救苏明！苏明勉强伏在马背上，试图稳住因惊慌而躁动的马。突然他眼前一黑，突如其来的脱力袭来，他连抬手抓住缰绳的力气都没了。砰的一声闷响，苏明重重地摔在草地上。可没等他彻底陷入昏迷，身下的棕红马突然因主人坠落而受惊，那带着马蹄铁的后蹄不偏不倚，正踩在苏明的脑袋上。周围所有人见到这一幕，瞬间僵在原地。方才还热闹的马球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快来人，去请大夫！襄王世子回过神，来人，快去请大夫！大夫来得很快，他只看了一眼就确定了苏明救不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来人，去查苏明那匹马为何会突然失控。就在这时，女眷休息的庭院那边传来丫鬟的尖叫声，紧接着是兵器碰撞的声音。怎么回事？世子，不好了，有刺客！什么？长宁郡主的丫头和刺客打起来了！襄王世子一听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没背过气儿去。骆昭脸色大变，什么话也不说，直接朝庭院的方向跑了过去。苏家暗卫头领见来了这么多人，察觉到不好，撤退。赫连星迟疑3秒，还是拿起了腰间挂着的笛子，放在嘴边轻轻一吹。下一秒，周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一只只毒虫出现在众人眼中，随后慢慢爬上了苏家暗卫的身上。哎，快躲开！这些虫子有毒，不要让他们碰到。纪兰慈等人连忙躲开地上虫子，却发现这些虫子只咬苏家暗卫。片刻后，一个暗卫口吐鲜血倒在地上，更多的虫子爬上他的身体。不一会儿，一具白骨出现在众人眼前。不到1刻钟，苏家暗卫都死了。我勒个乖乖，画本子上说的都是真的，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有毒。这时，一个信鸽飞到襄王世子肩膀上，父王怎么这个时候传信给他？信上只有一句话：苏家被抄家了。反应过来后，襄王世子心里狂喜，苏家被抄家了，肯定惹怒了陛下，犯了大错。那么苏明的死就不会追究襄王府的责任了。多谢贺少主帮我们杀了刺客。贺连星脸色有些泛白，他抿了抿唇，咽下口中的鲜血，没有让人看出异常。刺客虽然已经被全部击杀，但幕后之人还未找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为了你们安全着想，还是尽快回京吧。找到了吗？陆燕知道他问的是什么，轻轻点头。好，回京吧。哥，苏雨死了，我想把他尸体带走。骆昭面色一正，苏雨怎么会死？洛烟和骆昭兄妹2人回到京城时已经很晚了，因为他在进京前命人去买了一副棺材，找了个山清水秀之地，把苏雨的尸体下葬。你们做得很好，
本王已经命人去邳州找账本，最快7天内回来。为什么？我答应了会回来救他的呀。他不信我吗？洛言，洛言，怎么了？妹妹，你害怕了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有些遗憾。说是我能早点发现苏雨有自杀倾向就好了。贺连星不是说苏家给苏雨喂了药吗？就算把他救下来，他的身体日后也动弹不得，死或许对他是解脱。星星姐姐不是给了我们圣谷的血吗？或许能救下他呢。可是他执意要死，就算日后把他救活了，也改变不了他要死的决心。洛言，苏雨的死不是你的责任，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，也永远救不了想要寻死的人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道理洛言都懂，可他心里就是很难受。洛昭，你先出去，本王和洛烟单独说几句话。洛昭顿了顿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但到底还是没有开口，起身离开了书房。父王，其实我就是一时有些想不通，所以心里有点难受。没事的，我睡一觉就好了。本王突然发现你长高了。啊，是吗？那挺好的。想不通的事不必急着解开，等你再长高些，或许回头一看就觉得不算什么了。父王，突然觉得我的性格跟从前不一样，或许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呢。这下子轮到洛宽景愣住了，他抬手摸了摸洛烟的额头。也没发烫啊，说什么胡话呢？我很清醒，我没有说胡话。父王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不是洛烟。也不对，我确实叫洛烟，但我不是这个洛烟。我也不知道原本的洛烟去哪儿了。我之前跟你说的梦其实不是梦，是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剧情。在那本书中，洛廷义是男主，裴梦婉是女主，母妃是恶毒女配，你是大反派，我和哥哥都是早死的炮灰。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？我不是你的女儿洛烟，你的女儿或许已经死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，我也不反抗了。随便吧，我摆烂了，不挣扎了。秋玉，去把魏神医和上官老头叫过来。是。洛言没等到死亡的来临，反而等到了魏神医和上官不喜的轮流把脉。片刻后，秀儿端了一碗黑乎乎的药。郡主，这是安神药，您快喝了吧。我没病，我不喝。把药放在那儿，出去。是。父王，我真的没病，也没有胡说八道。你不信我，可以去查我之前10年的性格，是不是跟现在大不相同？洛言，你是见到了苏雨自杀，受的刺激太深，把安神药喝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借尸还魂，你懂吧？原本的洛烟早就死了，我就是个占着洛烟身体的外来人。你们对我的好，是出于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现在我已经把真相告诉你们了，若是你们还要自欺欺人，那就是对原本洛烟的背叛。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该有的底线还是有的。洛宽景依旧皱眉，他把桌面上几张信纸递给洛烟。什么东西？看看。洛烟不懂他是什么意思，接过了信纸，低头看了看。片刻后，他猛地抬头望着洛宽景，眼里闪过一抹不可置信。整个秦王府都在本王掌控之中，你和洛昭从小到大发生的事，本王不需要刻意去查，就都知道。本王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借尸还魂的人，就姑且认定你是受到了苏雨自杀的刺激吧。洛烟愣住了，把手中记录的原主从小到大的事翻来覆去的查看。不对，
这不对啊，为什么原主小时候发生的事儿跟他记忆中的对不上呢？啊，我分裂了，我有双重人格，我成神经病了！啊不，我才不是神经病，我脑袋很清醒。看完了。父王，这不对，这跟我记忆中的不对啊！有什么不对？就你这3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性格，本王能认错？若你不是本王的女儿，本王一开始便能察觉到。洛昭虽蠢，但也不会认错自己的妹妹。你母妃几乎每天都要爬狗洞去找你们兄妹。你若是突然变成了外人，又丝毫不对劲，你觉得她会不知道？洛言，别想了，你今日太累了，回去好好的休息休息，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。你是本王的女儿，一直都是。安神药已经凉了，让下人再熬一碗，记得喝下。我知道了。他魂不守舍地出了书房，看到了一直站在院子里的裴淑玉。母妃啊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有睡啊？我看到魏神医和上官老先生来了。妍妍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白，是吓到了吗？没事的，母妃，我就是太累了，回去休息休息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我送你。不用，母妃，我真的没事，我还要去找哥哥，先走啦。等跑出了云深院，洛言缓了口气，突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。洛昭昭，你有病啊！大晚上的吓我好玩吗？哼，你才有病吧，我本来都要睡了，听说魏神医和舅爷爷被父王叫过去。你怎么了？真病了？我刚刚喊了你好几声，你都没听到。我没病，我很好。哥，我有事问你。什么事？在我们还没重生回来的时候，我总是带你溜出王府去玩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你总是把我的月银给忽悠走，买漂亮的首饰和衣裳，我还傻乎乎的把银子给你了。啊？洛言挠挠脑袋，他好像还真的能做出这事儿。那在你的上辈子，我也总是带着你溜出去吗？那不然呢？你不会又要说你不是洛言吧？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蠢，连自己的妹妹都认不出来？洛言蹙了蹙眉，不可能，难道洛昭上辈子的洛言也是他？可他怎么会眼瞎的喜欢上叶勋呢？还把自己搞得那么惨。这很不对劲，除非有人对他洗脑了。洛言，你发什么呆啊？真被吓到了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有些累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回到自己院子，洛言喝下了熬好的安神药，躺在被窝里思索着今日发生的事儿。本以为他会失眠，但没想到不到片刻他就睡着了，一夜无梦。第二日到点起床，洛言伸了个懒腰，想不通的事儿暂时就不想了，管他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只要弄死洛廷义，弄死裴梦婉2个主角就行了。说是找到那本账本，证明苏家偷来的银子全部进了灵王府，王伯伯还会指示把他禁足吗？那本账本只是记录了苏家贪污偷国库银子，没有证明表明银子都落到了灵王府。洛廷义可真难杀呀！谁说不是呢？又过去了一天，账本还没有找到，但却等到了司检被抓住的消息。司检已经找到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这么快吗？在哪儿找到的呀？我昨日有些无聊，就去黑市逛了逛。你说巧不巧？正巧就遇到了他。这样啊。星星姐姐，干嘛这么快就要走呀？在京城里多待一段时间呗。我离开苗疆已经很久了，再不回去的话，我的族人也要着急了。那好吧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苗疆找我玩，到时候我就带你去看漫山遍野的杜鹃花。放心，没虫子。
部落里的族人也都会很欢迎你的。我记住了，星星姐姐，有时间我肯定会去找你玩的。别伤心，明日才走，不是还有1天的时间吗？洛烟吸了吸鼻子，有些蔫蔫的垂着脑袋，连小红蛇爬上了他的腿，他都没有感觉了，只是感觉到小红蛇爬到的地方有点痒痒的。啊，姐姐，红宝是公的还是母的呀？他没有性别。啊，没有性别啊？他能听得懂我们说话吗？能，你骂他他都能听得懂，还会生气呢。他生气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惹他生气了，他会盘成镯子不理我。若是敌人惹他生气了，1个时辰后，那人脑袋会爆炸。小小的鼻嘎脾气还挺大，我这么戳他，他会不会生气啊？嫣嫣，我之前跟你说的我小姨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苗疆历史中，只有3个人能驾驭圣蛊，成为自己的本命蛊，包括我在其中。但其实错了，是4个人，还有1个人就是我的小姨，慕容燕的母亲。苗疆不是所有蛊虫都很听话，都很温顺的，尤其是那些厉害的蛊。我小姨与我不同，苗疆所有蛊虫都对她有天然的好感，包括红宝。她不需要付出1半寿命，就能让红宝心甘情愿地当她的本命蛊。但我爷爷却不让红宝成为他的本命蛊。为什么？我也曾问过我爷爷，但我爷爷没有说。贺连星看着小红蛇慢慢地游到了洛烟的手腕上，态度非常亲昵。洛烟已经慢慢地克服住了心里对蛇的恐惧，朝他伸手。小红蛇把脑袋放在他手心，冰冰凉凉的感觉，放在夏天把玩啊，非常的舒服。红宝自从成为我的本命蛊后，基本上都是盘在我手腕上，很少主动爬到别人身上。哪怕是我爷爷，也只能轻轻地碰一碰红宝。哇，星星姐姐这么喜欢我吗？我的荣幸。他第1次突然跳到你身上，我还没有发现什么，但上回在望月楼，他又突然跳到了洛昭身上，现在又跑到了你身上，就像是我小姨一样，能很轻易地获得圣蛊的好感。嫣嫣，你和洛昭不会是苗疆人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和我哥绝对是我父王和母妃亲生的，看长相都能看得出来。红宝，你为什么总是爬到他们身上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？小红蛇弓起身体，嘶嘶2声，和贺连星如出一辙的猩红眼眸，一脸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后挣脱了他的手，又跳到了洛烟腿上，慢慢爬上了他的胳膊。红宝儿啊，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我？是因为星星姐姐吗？洛烟听不懂他说话，但看到他摇头了。等等，摇头？妈呀，蛇真的成精了！是因为我身上有你喜欢的味道吗？他又点头了。星星姐姐，你能闻到我身上有特殊的味道吗？没有。是什么样的味道让你这么喜欢？小红蛇眼神有些迷茫的摇头，他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就是很喜欢。他说他也不知道，就是很喜欢。他还说让你多摸一摸他。凉亭里寂静了一会儿，洛烟摸了摸小红蛇的脑袋，小红蛇闻着令他舒服的气息，整条蛇都快醉啦。我在玩蛇哎，活着的蛇哎，我真的是出息了。他捏着他的尾巴，眼珠子一转，坏心思的把他身体给打了个结儿。这个过程中啊，小红蛇全程不动，好像是真的醉了。你怎么跟慕容燕一样喜欢给他打结呀？好玩。就在这时，洛昭听说了贺连星来王府找了过来，看着贺连星打劫了小红蛇。你干的？他自愿的，没有反抗。洛昭疑惑，圣蛊脾气这么好吗？被打成结了都不带反抗的。明日我就要离开大周，
得找慕容燕跟他告个别，先走了。洛昭看着贺连星，嘴唇蠕动半晌，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。贺连星没看到洛昭的欲言又止，他走到洛烟跟前儿，在他耳边低语2句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可以处理好我和慕容燕的事。你不了解他，他的城府很深，哪怕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，也总是猜不透他在想什么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他城府很深，所以就算你做了这件事，他也不一定会回去。不试试你又怎么知道？星星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好。哎，你们2个刚刚在说什么？洛烟小声地解释了一遍贺连星跟他说过的苗疆诅咒一事。没想到贺连星还挺有良心的，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告诉你了。那是，我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好吧。哎呀，别说这种恶心的话。你想好怎么应对慕容燕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要不直接杀了？不行，先不说能不能彻底杀死他，就说他是星星姐姐的表弟，是舅爷爷的徒弟，也不能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这不是在想吗？让我好好的想一想。我听说苗疆有一种蛊名为绝情蛊，中了绝情蛊的人会断情绝爱，很适合慕容燕。就看贺连星愿不愿意对慕容燕下绝情蛊了。绝情蛊？哥，你觉得我这个半路认来的妹妹和慕容燕那种有血缘关系的弟弟相比，谁更重要？看来你还挺清醒的，我还以为这段时间你被贺连星哄得为他马首是瞻了。我确实喜欢星星姐姐，喜欢她豪爽大方的性格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丧失了自己的思考能力。你明白就好。这段时间京城有很多家族被抄家流放，我们目前暂时也不用去上书房。我想了想，不如以后由我来代替你给父王传信，你以后就不要去上书房了，也就遇不到慕容燕了。真的可以？等苏家这件事结束之后，让父王去跟黄伯伯说一声，反正你也不想念书，这样最好。行，那就这么办。此时此刻，洛烟完全忘记了他当初答应过慕容燕的事儿。贺连星离开的第3天，洛宽景派去邳州的暗卫回来了。洛烟猜得不错，账本确实被林掌柜藏在了林家村祖坟中。皇兄，苏老爷子身为户部尚书，却监守自盗，这账本里记得清清楚楚，他偷了国库将近1半的银子。岂有此理！苏家，朕待他们不薄，朕让苏家掌户部管国库，他们竟敢如此中饱私囊。传朕旨意，3日后苏家满门全部斩首示众。奴才遵旨。皇帝，你是从哪儿找来的这本账本？皇兄还记得周家吗？臣弟与周家长子是好友，收养的大儿子是周家遗孤。臣弟一直在查周家被灭门一事，后来查到他们是意外得到了一本账本才被灭了族。之后臣弟就查到了苏家。苏家前段时间一直派人去邳州，似乎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。臣弟便留了个心眼，派人跟着苏家的人找到了这本账本，也幸好账本落在了臣弟手中。若是被苏家找到，恐怕这件事情我们会一直蒙在鼓里。是啊，多亏了皇帝谨慎，否则朕恐怕都不知道苏家竟然如此胆大包天的偷国库的银子。臣弟只是尽分内之责。皇帝啊，朕的儿子们都长大了，朕也老了。皇兄春秋鼎盛，只是连日操劳才显倦怠。皇子们长大成人，能为皇兄分忧，也是朝纲之福。分忧是好，可是也愁啊，他们各有心思，朝堂上又难免有人攀附。太子病重，卧床不起，
真的怕太子走到朕的前头。太子若有万一，这朝堂必乱。小19，你觉得太子若是离世，朕的这些儿子们谁能胜任太子之位？诸位皇子各有专长，储君之位系天下安危，当由皇兄圣心决断。臣弟不敢妄议此事。若太子的病能够治好，朕也不会这么忧心了。罢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骆宽景拧着眉沉思，陛下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若是太子的病能够治好，就一定会传位给他吗？回到王府，骆宽景把洛烟和洛昭叫到跟前儿。账本已经找到，等苏家这件事情解决之后，夏季过后，你们就去上书房。父王，我可以代替洛烟帮你跟太子传信，洛烟以后就不去上书房了。慕容燕居心不良，洛烟不去皇宫最好。可以，本王会找个借口告诉陛下。我可以装病，正好天太热了，我也不太想出门。父王，我会治冰。你怎么会治冰？我也会。啊，你怎么也会？你教我的。我什么时候？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看到洛昭一个劲儿地对他眨眼睛。洛烟瞬间明白了过来，是洛昭上辈子学会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真的自始至终都是原本的洛烟。对，就是我教你的。半个时辰后，云深院的书房里摆着2个大陶盆，洛烟先将其中一个装满水，再把另一个稍小一些的陶盆放进大盆里，又往2个盆的缝隙间撒了些敲碎的硝石。爷爷，这石头真的让水结冰？试过了就知道了。不过半炷香的功夫，书房里竟渐渐飘起寒气。真灵！真的成了。此事绝不能外传，消食和治冰的法子都要藏好。秋野、秋月，明日你们再去药商那里买些消食。是。爷爷，你怎么会知道这种方法治冰的？一本古籍中看到的，我也没想到真的成功了。我们嫣嫣真棒。那是，我可是父王和母妃的亲闺女。骆宽景若有所思地看了眼洛烟，又很快收回视线。王爷，陛下找到苏家监守自盗的账本，御下已批，苏家将在3日后斩首示众。你是什么？再重复一遍。回王爷，苏家3日后斩首示众，御批已经传至刑部了。账本被谁找到的？今日谁进宫了？回王爷，是秦王。秦王？好啊，果真是秦王。他果真是站在了太子那边。备车，去天牢。本王要见外祖父。王爷，陛下有旨，您不能出临王府啊。本王知道。备见常府，悄悄去。